复苏神庙的觉醒，灵智1小时。嗡！黑暗的屏幕突然响起低沉的心跳声，吓得我差点把 Switch 手柄甩出去。慌忙戳了下按键，屏幕里的林克像触电似的抽搐着睁开眼睛，头发炸得跟被雷劈过的鸟窝似的，手指还止不住的发抖。我忍不住吐槽：“我说未来的大英雄，怎么刚醒就跟喝了10杯美式咖啡似的？”好不容易让林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我想操控他去捡地上的树枝当武器，结果手一抖误按了跳跃键。咚！林克结结实实地撞在石壁上，捂着鼻子往后退了2步，屏幕左下角的血条还跳了一下。我气得对着电视嚷嚷：“你这体质也太弱了吧！我家楼下70岁的王大爷晨跑撞树都不带掉血的。”跟着蓝光摸索到角落，林克刚摸到石板，西卡之石就叮地发出亮光，吓得我一激灵，我赶紧狂按 A 键。林克抱着石头直喘气，那模样就像我搬完块地累摊的样子。教程提示：按下 Z2 使用符文。我照着做，可又摇杆转的比我家生锈的电风扇还慢，铁块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，折腾了5分钟才勉勉强强吸起来。我急得直拍大腿，这破操作比我组装宜家家具还费劲。终于来到第一个神庙，门口石台上的炸弹符文看着挺酷炫，我自信满满的让林克踩上去。屏幕提示：按 L 键投掷，我立马按下，炸弹咕噜噜滚进坑里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傻愣愣盯着屏幕，又按了下 L， 炸弹还是纹丝不动。林克歪着脑袋看坑的样子，简直跟我家狗子拆不开零食包装时一模一样。直到教程气泡慢悠悠飘出来，点击屏幕引爆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猛拍脑门，我去，原来是要手动点，这谁能想到啊！随着轰的爆炸声，石墙缓缓升起，露出里面的宝箱。林克兴奋地小跑过去，开箱掏出一把木剑。我瞬间无语，对着空气翻了个大白眼。就这，神庙奖励还没我点外卖满减送的卤蛋实在。可转头看见林克举着剑原地转圈，那傻乐的模样，又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发工资，得意洋洋买了根5块钱冰棍的样子。走出神庙时，夕阳从石缝里露下来，给林克镀上一层金边。他抬手遮住眼睛，眺望被迷雾笼罩的初始台地，眼神里透着迷茫和期待。我心里默默 OS： 小子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接下来有波克布林追着你跑，雪山冻得你直打摆子，还有数不清的谜题等着你。我敲了敲手柄，笑着说：走了，愣头青，先学会怎么爬墙不摔个狗啃泥，再谈拯救世界的大事吧。初始台地的挣扎1至3小时，这风是要把人吹成冰棍啊！我裹着毛毯缩在沙发里，看着屏幕里冻得直打摆子的林克直咧嘴。刚离开神庙没多远，迎面就是一阵裹挟着冰碴子的狂风，雪花噼里啪啦往林克脸上砸，他哆哆嗦嗦地抱住胳膊，生命值旁还冒起了蓝色的小雪花特效。好家伙，感情这游戏连感冒都能演得活灵活现。为了那件救命的防寒服，我操控林克开启了堪称雪山受难记的噩梦之旅。第一次爬山，我信心满满的让他卯足劲往上冲，结果爬到半山腰，那代表体力的绿条唰的一下见底，林克惨叫着来了个自由落体，砰的摔在雪地上，血条直接清零。什么破体力！我气得直拍大腿，比我跑800米喘得还厉害。吸取教训后，第2次爬山前，我特意让林克在山脚摘了好些暖暖草果，想着边爬边啃准没错。结果爬着爬着，一个没算准距离，林克脚下一滑，嗷，一嗓子就掉进冰窟窿里。等我手忙脚乱把他捞上来，血条已经见底了。第3次更离谱，我死死盯着绿条，小心翼翼地让林克往上挪，结果冷不丁窜出只雪球怪，咕噜咕噜就朝他滚过来。我吓得手一抖，林克直接表演了个高空转体3周半，摔得4脚朝天。我对着屏幕哀嚎：不带这么玩的啊！再上不去我就把 Switch 砸了。我咬着牙，第4次让林克出发。这次我们像乌龟一样慢慢挪，中途还躲在石头后面啃了好几次暖暖草果。好不容易磕磕绊绊摸到山顶，远远看见小屋里透出的暖光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可算熬出头了。谁知道进了屋更糟心，我心急火燎想让林克拿火把照明，结果手抖按成了攻击键，火苗腾的窜起来，瞬间点燃了旁边的木箱。完了完了！我看着火苗噼里啪啦地往床铺蔓延，急得额头直冒汗，慌忙让林克抄起西卡之石，疯狂用制冰器制造冰块。林克手忙脚乱地把冰块堆在火苗旁，我嘴里还不停念叨：快快，再慢点屋子都要烧成灰了。好不容易扑灭了火，我惊魂未定地准备离开，突然瞥见角落里蹲着只流着口水的波克布林，正发愁怎么绕过去时，屏幕适时弹出提示：
按下左摇杆可蹲下前行。我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，赶紧让林克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挪过去。那怪物背对着我们，正哼哧啃着肉，压根没发现身后的危险。我屏住呼吸，一咬牙，操控林克猛地跳起来，抄起锅盖，哐地往怪物头上拍。波克布林两眼一翻，咚的直挺倒在地上，还爆出一堆苹果和树枝。我去，这么简单！我兴奋地直接从沙发上蹦起来，差点把 Switch 甩飞，手舞足蹈地大喊：“看见没？我可是未来的海拉鲁战神！”看着屏幕里林克双手叉腰，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美滋滋地盘算着，有这招，以后还怕啥怪物？先去把这山头的波克布林都收拾了，今晚必须来顿烤肉大餐。第一次开塔的震撼，3比5。小时，空调的嗡鸣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。我蜷缩在沙发角落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。林克攀爬初始之塔的每一下动作，都让我的心跟着揪紧。他颤抖的指尖抠进粗糙的石缝，绿色精力条随着动作不断缩短，发出滴滴的警告声。坚持住啊！我急得直拍大腿，牛仔裤都被拍出啪的声响。慌忙中让林克摸出背包里的苹果，看着他狼吞虎咽，咔嚓咔嚓啃食的模样，果肉碎屑飞溅，我悬着的心才稍稍回落，后背却早已被冷汗浸湿。当林克终于攀上塔顶，扶着膝盖剧烈喘息时，我的手心也全是黏腻的汗水。可算到了，我长舒一口气，顺手抹了把额头，仿佛真的经历了一场极限攀爬。眼前泛着幽蓝光芒的西卡塔散发着神秘气息，符文在表面流转，像是古老的文字在低语。我迫不及待地猛按键，林克伸手触碰的瞬间，整个屏幕突然剧烈扭曲，天旋地转的特效让我眼前一黑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往沙发一侧栽去，手里死死攥着 Switch 手柄，指关节都泛白了。这特效也太猛了，差点给我整晕乎了。等画面终于稳定下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 Y 键的手指都在微微发抖。我的妈呀！我直接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，Switch 差点脱手飞出。原本漆黑一片的地图，如同被点亮的夜空，随着咔咔的拼图音效，一块块区域逐渐显现，海拉鲁大陆的全貌慢慢铺展在眼前。山脉、河流、村庄，还有密密麻麻的图标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这地图怕不是有我们城市那么大吧？我惊叹地张大嘴巴，口水差点滴到手柄上，手指疯狂地在屏幕上缩放，一会儿拉近细看山谷间的营地，一会儿又拉远眺望云雾缭绕的山峰，兴奋地像个发现新大陆的探险家。突然，望远镜视角里闪过一抹蓝光，远处山头上一座西卡塔若隐若现，顶端的光芒像在向我招手。我啪地拍在茶几上，震得水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。就这么定了，今天不把这地图全点亮，我誓不罢休。说罢，急不可耐地让林克张开滑翔伞，一心想着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，连风向都没顾上看。嗖，林克像颗失控的炮弹飞了出去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调整角度。完了！我看着他笔直地朝着下方河流坠落，手忙脚乱地猛推摇杆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快转向啊！”可一切都太迟了。只听扑通一声巨响，林克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，屏幕上溅起大片水花特效，我甚至错觉脸上都被水雾打湿。正当我心疼变成落汤鸡在水面扑腾的林克时，突然瞥见水底闪过一道金光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我的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，整个人几乎贴到屏幕上。连忙让林克憋足气潜下去，手指疯狂地按着 A 键，心跳快得仿佛要冲出胸腔。叮！宝箱应声而开，一把泛着寒光的士兵之剑出现在眼前，剑身上的纹路在水中折射出绚丽光芒。林克兴奋地举着剑在水里转圈圈，气泡咕噜咕噜往上冒，像是在为这份意外之喜欢呼。我激动地跳起来，抱着 Switch 在房间里又蹦又跳，撞倒了旁边的椅子都浑然不觉。这也太赚了！以后看见河就跳，宝藏全是我的。下一座塔我来了，这次得好好研究路线，可不能再当跳水冠军了。卡卡利科村的社死瞬间5至7小时，终于到文明社会了。我激动的双手来回搓动，盯着屏幕里林克迈着小短腿，哼哧地跑到卡卡利科村门口。阳光洒在古朴的石墙上，村子里飘来阵阵饭菜香。我正美滋滋的想让林克昂首挺胸往里走，冷不丁，唰地2道黑影闪过，2个守卫手持长矛，咔嗒一声交叉成 X 形，拦住了去路。林克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得整个人一激灵，往后蹦跶了半步，我这才后知后觉。天哪，瞧瞧林克身上这副模样，破破烂烂的初始套装，布料东一块西一块的挂在身上，膝盖处的布料都快磨没了，大腿若隐若现。
活脱脱像个刚从丐帮逃出来的难民。完犊子！我的脸疼的一下涨得通红，比熟透的番茄还红。慌忙中疯狂操作，让林克灰溜溜地躲进路边的草丛里。他蹲在里头，脑袋埋得低低的，双手在背包里慌乱地翻找，那模样活像考试作弊被老师抓包的学生，紧张又狼狈。好不容易翻出海利亚套，我心急火燎的手忙脚乱操作他换装，结果一个手抖误按了跳跃键，只听嗖的一声，林克抱着衣服从草丛里高高蹦出来，吓得守卫枪啷一声拔出了剑，剑刃寒光一闪，快蹲下，蹲下！我急得直拍大腿，差点把 Switch 甩出去，好在林克反应够快，嗖的又缩了回去，总算是换上了相对体面的衣服，可我的心跳还在，砰砰直响。走进村子，弯弯绕绕间，终于找到英帕奶奶。我的手心全是汗，手柄都被攥得发滑。对话框弹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盯着屏幕上的选项，眼神直勾勾的，牙齿咬着嘴唇，犹豫了半天，心一横按下 A 键。可下一秒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屏幕里，林克一本正经地说出：“我没兴趣拯救世界。”英帕原本和蔼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，眼神像冰锥似的直直扎过来，看得我浑身发毛。完了完了，手滑了！我懊悔的差点把 Switch 扔到地上，手指疯狂点击，重新对话，嘴里还不停的念叨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林克在原地局促不安的搓着手，双脚来回挪动，仿佛也感受到了这让人窒息的尴尬气氛。好在重新选对选项后，英帕的脸色才缓和些。我长舒一口气，瘫在沙发上，差点把主线任务搞黄了。我的小心脏啊！晃悠到商店，橱窗里的忍者服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。那酷炫的造型，纯黑的布料，利落的剪裁，穿上不得直接化身海拉鲁夜猫子，神出鬼没。我眼睛直放光，迫不及待地查看价格，结果笑容瞬间僵在脸上。1800卢比，再低头瞅瞅林克钱包里可怜巴巴的50卢比，连买人家一个袖子都不够。我撇了撇嘴，小声嘟囔：“这物价比我家楼下奶茶店还黑，抢钱的这是！”正愁没苦脸的发愁呢，突然瞥见店门口的告示牌，上面画着发光的萤火虫，旁边标着收购价格。我眼睛唰的一下亮了，跟发现新大陆似的，火速掏出手机搜索攻略，抓萤火虫卖钱。这我会，发财之路这不就来了？转头让林克蹑手蹑脚地蹲在村口池塘边，身子弓得低低的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草丛，活像个偷瓜贼。等静静萤火虫一闪一闪慢悠悠飞出来，我屏住呼吸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手指微微发抖着慢慢移动摇杆。结果好巧不巧，手又一抖，林克好的一下扑过去，惊得整片萤火虫嗡地一下全飞了起来，在空中乱成一团。我对着屏幕欲哭无泪的哀嚎，这下好了，连虫子都嫌我菜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但我这人最不服输，咬牙继续蹲守在原地。半小时过去，腿都蹲麻了，终于攒够了第一批启动资金。我看着屏幕，嘴角上扬，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，忍者服等着我，迟早把你拿下，看我到时候不帅翻整个海拉鲁。神庙解谜的顿悟时刻7至10小时，这破神庙是要逼疯我啊！我狠狠把 Switch 手柄砸在沙发上，盯着电视屏幕里已经卡关2小时的10只神庙，头发被自己抓得像鸡窝，乱糟糟的支棱着。林克站在那台呼呼转动的大风车前，被强劲的气流吹得东倒西歪，斗篷翻飞，活像片风中的落叶，连站稳都费劲。这2小时里，我试过用炸弹炸、冰块堵，甚至突发奇想拿锅盖去扇风，结果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到底怎么搞啊？我烦躁地抓起一旁的可乐，猛灌一大口，气泡呛得我直咳嗽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正懊恼着，眼角突然瞥见西卡之石上禁止家的符文图标，像是黑暗里突然亮起的一道光。等等，这风扇转得这么猛，要是定住它，利用反作用力，会不会就能上去了？我眼睛唰的亮起来，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立刻让林克冲过去。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第一次操作太急，还没等风扇完全定住，林克就被一股强风嗖的吹飞了，直接撞在墙上弹回来，结结实实的摔了个屁股墩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再来，这次稳点！我咬着牙，手心全是汗，手柄都快被我攥出水来。第二次小心翼翼按下静止加，风扇咔的一声停住，叶片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。我屏住呼吸，瞅准时机，让林克跳上风扇叶片。可刚站稳，倒计时就结束了。风扇地重新启动，林克像坐过山车似的嗖的被甩到半空，我吓得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，差点把
Switch 扔了，嘴里尖叫着狂按跳跃键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就在林克快摔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头顶垂下的绳子，借力荡到了平台上。成了！我疼的从沙发上蹦起来，激动的可乐洒了一裤子都没察觉。更惊喜的是，藏在天花板的宝箱缓缓落下，金光闪闪的模样晃得我眼睛都眯起来。林克小跑过去开箱，掏出个时间结晶，还兴奋地举起拳头挥舞，脸上的得意劲儿都快溢出来了，那嘚瑟样儿跟我小时候考了满分在班上炫耀一模一样。从这天起，我彻底掉进神庙解谜的大坑里出不来了。吃饭时，我拿着筷子在汤碗里戳来戳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制兵器搭路，惹得爸妈直皱眉。挤地铁时，盯着扶手杆子两眼放光，脑子里琢磨着用磁力吸住能不能荡过去。旁边的乘客看我的眼神跟看怪物似的，甚至半夜做梦都梦见自己操控林克用炸弹炸飞了老板的假发，笑得口水都流到枕头上。我妈看着我对着空气比划静止加的手势，直摇头叹气，这孩子怕是玩游戏玩魔怔了。可谁管得着呢？毕竟我可是征服了10只神庙的男人，以后海拉鲁大陆的神庙统统都得被我踩在脚下。第一次盾反的狂喜，10至12小时，这破机器人怎么比高考还难？我把发烫的 Switch 啪的往腿上一放，双手疯狂揉搓着快抽筋的大拇指，指甲缝里全是手柄橡胶磨出的碎屑。屏幕里，林克第10次化作一道白光，灰溜溜的从复活点爬起来，焦黑的头发粘在满是烟灰的脸上，破破烂烂的斗篷在风中飘得像块抹布，活脱脱刚从拆迁现场捡回来的。双子山之塔下的守护者闪着猩红的眼睛，金属关节转动时发出的咔咔声，听得我后脖梗直冒冷汗。这半小时里，我像个被按在地上摩擦的菜鸟，每次看见他眼睛泛起蓝光，手指就不受控的狂抖。有次慌乱中举盾角度太歪，激光擦着盾牌边缘烧穿了林克的袖子，焦糊味仿佛都透过屏幕钻了出来。最离谱的一次，3连发激光追着林克满场跑，最后被逼到悬崖边，脚下一滑，直接表演了个信仰之跃，气得我对着电视大喊：这哪是守护者，分明是我的人生阴影制造机。最后一次，再学不会我猛地站起来，把空调温度又调低2度，后背的冷汗却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淌，手柄被汗水浸得发黏。我在睡衣上蹭了蹭，深吸一口气，坐回沙发。当熟悉的滴滴锁定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牙齿死死咬住嘴唇，都快渗出血来。蓝光扩散的瞬间，整个世界仿佛按下了慢放键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声震得耳膜生疼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团危险的光晕。就是现在，我扯着嗓子吼出这句话，用尽全身力气按下 A 键。林克的盾牌突然迸发出太阳般耀眼的金光，激光像被无形的大手狠狠拍了回去。守护者发出刺耳的金属撕裂声，零件裹着火星四处飞溅，最后轰隆一声砸在地上，扬起漫天尘土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！我抱着 Switch 又蹦又跳，拖鞋都甩飞了一只。客厅的吊灯被震得晃晃悠悠，吓得躲在沙发底下的猫嗷呜一声窜进了床底。顾不上膝盖撞在茶几上的剧痛，我迫不及待操纵林克冲向路边正在啃肉的波克布林，大声叫嚣：来啊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复仇！当怪物狞笑着扔出石头的刹那，林克利落的侧身举盾，砰，带着火星的石头划出完美的弧线，结结实实砸在波克布林脸上。怪物瞪圆了充血的眼睛，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头顶还飘出个金灿灿的暴击特效。我笑得瘫在沙发上，眼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淌。刚才追着我满地图跑的威风呢？风水轮流转了吧？接下来的半小时，我像个开了挂的恶霸，带着林克满世界找怪物麻烦。不管是扔斧头的、丢炸弹的，还是挥舞狼牙棒的，通通被我们用盾反教做人。看着怪物们被自己的武器砸得七荤八素，我笑到打嗝，嘴里还念叨着：从今天起，海拉鲁盾反剑，我说了算。神兽攻略的挫败与逆袭，12胜15负。小石，这哪是打 BOSS， 分明是在玩死亡跑酷。我满脸怒容，将发烫的 Switch 重重拍在茶几上，震得旁边水杯里的水哗啦溅出，在桌面上阴出一片水渍。屏幕里，林克第3次被风之盖农的龙卷风狠狠卷上半空，像片被狂风吹起的破抹布般无助地打着转，嘴里还发出惊慌的喊叫。紧接着，他咚的一声狠狠摔出平台，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复活点。等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时，脸上糊满了草屑和泥土，
原本就破旧的斗篷更是被撕得只剩半截，在狂风中无力地飘动，模样要多凄惨有多凄惨。风神兽瓦梅德里内部简直就是噩梦的化身，呼啸的狂风仿佛要将一切都撕碎，林克每走一步都得使出全身力气，才能勉强站稳脚跟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。而躲在巨大龙卷风里的盖农，就像个阴险的狙击手，时不时甩出几道泛着寒光的锋刃，那些锋刃精准的可怕，就像装了追踪导航。有次我好不容易操控林克摸到 BOSS 近前，刚拉开弓准备射箭，一道锋刃突然袭来，直接把林克连人带箭吹飞出去。林克重重撞上墙壁，发出痛苦的闷哼，在地上疼得直打滚。我气得满脸通红，一边拍大腿一边对着电视大喊：这还让不让人好好打游戏了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！不行，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你办了。我咬着牙狠狠抹了把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，重新坐直身子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看着那不停旋转仿佛永不停歇的龙卷风，我急得抓耳挠腮。突然我脑海中灵光一闪，想起之前在神庙里学过的上升气流技能，我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，激动的一拍大腿，既然在地上打不过你，那我飞起来还不行吗？我立刻操纵林克朝着气流喷发口狂奔而去，当他站上去的那一刻，嗖，一下就被拖上了半空，衣摆和头发在风中猎猎作响。看见！我扯着嗓子兴奋的大喊，手指在手柄上快速连按 CL 加 A， 恨不得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。林克在空中身姿矫健，稳稳地拉开弓，三支带着蓝光的箭矢如同离弦之箭，划破空气，精准地射向龙卷风中心。轰！盖农发出刺耳的怒吼，整个龙卷风开始剧烈晃动，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在漩涡的中心，他若隐若现的本体终于暴露出来。我见状，心中一阵狂喜，乘胜追击，只要一出现上升气流，就立刻让林克飞上去，像个英勇的空中射手，不断朝着盖农发起攻击。当最后一支箭穿透盖农的核心时，整个神兽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仿佛连天地都在颤抖。风之盖农化作黑烟缓缓消散。就在这时，利巴尔的灵魂缓缓浮现。这位平日里总是一脸傲娇的利特族英杰，此刻眼神里满是欣慰与信任。干得不错，林克，海拉鲁就交给你了。他的声音轻柔却坚定，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力量。看着他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，我喉咙突然发紧，鼻子一酸，眼眶也微微湿润了，对着屏幕认真地说道：放心吧，我一定把灾厄彻底解决，守护好海拉鲁。拿到狂风冲刺技能的那一刻，我激动的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嘴里还兴奋地尖叫着。我迫不及待地操纵林克站在塔顶，按下新技能的瞬间，他就像没被发射的炮弹般嗖的射向天空。我一边控制着他在空中翻着跟头，一边兴奋地大喊：我是海拉鲁超人，谁也别想拦住我。看着脚下飞速掠过的茂密森林、蜿蜒河流，还有那些小小的村庄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，心中满是自豪与畅快。以后谁还敢拦我，通通都要被我突突过去。我得意的大笑，眼神中满是斗志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下一个要征服的神兽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轻易认输。武器大师的破产危机 15-18 小时，我宣布本人就是海拉鲁捡破烂之王。我翘着二郎腿，身子往沙发里狠狠一陷，得意洋洋地戳着电视屏幕。林克的背包界面里，武器堆得像座摇摇欲坠的小山，生锈的铁剑歪七扭八插着，断了半截的长矛斜倚在旁。最离谱的是10几根破树枝，裹着泥土还滴着露水。好家伙，这阵容拿去摆摊都能凑个丐帮帮主3件套，说出去不得把波克布林都笑死。正美滋滋地盘算着怎么用这些宝贝大杀四方，突然瞥见山坡上闪过一抹红光，定睛一瞧，一只波克布林正挥舞着火焰杖，杖头噼里啪啦冒着火苗，把旁边的野草烧的滋滋作响。这好东西必须拿下！我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，立刻让林克像只偷鱼的猫似的，猫着腰一点点摸过去，上拍他。我握紧手柄，浑身肌肉都绷紧了。林克一个箭步冲上前，盾牌哐的砸在怪物脑门上。波克布林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倒在地上，火焰杖咕噜噜滚到脚边。我兴奋的差点把手柄捏碎，疯狂猛按 A 键，结果系统叮地弹出提示：背包已满，是否替换物品？什么？我盯着那堆破铜烂铁，感觉血压蹭的往上涨，手指在手柄上抖得像筛子，在火焰杖和生锈铁剑之间来回犹豫。最后心一横，一咬牙，眼睁睁看着陪伴我5小时，跟着我闯过无数险关的火焰杖，嗖地被丢进了草丛。林克抱着新武器原地转圈圈，傻乐呵的不行。
而我盯着空荡荡的背包格子，心像被剜了块肉，在屏幕外痛心疾首。早知道就不捡那3根发霉的树枝了。现在好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在森林驿站歇脚时，我后知后觉想起武器带该升级了。找到猫头鹰商人，他歪着脑袋，眼睛眯成2条缝，笑眯眯的报价23个克洛格果实，童叟无欺。我当场像被点了穴，僵在原地，转头看林克。好家伙，他兜里的果实还没我早餐吃的小笼包多。孤零零躺在背包角落，看着要多寒酸有多寒酸。我明明路上见过好多呀，哈哈！我急得抓着头发直转圈，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。这才想起每次遇到会跳舞的小家伙，不是急着赶路打 BOSS， 就是忙着躲怪物，压根没停下来好好互动。没办法，只能让林克耷拉着脑袋，踏上苦兮兮的回头路。重走路线的过程简直是人间惨剧。林克撅着屁股蹲在石头缝里扒拉呀，哈哈，活像在找丢失的宝贝。我一边数果实，一边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。第3个，早知道就不贪那把生锈斧头了，现在倒好，还得反攻。第7个，那根破木棍挥2下就断，根本砍不动怪啊。路过之前丢火焰杖的山坡时，我气得啪地拍大腿，震得沙发都跟着晃悠。捡垃圾成瘾害死人。现在好了，还得给背包交扩容费，我真是个大冤种。等终于凑够果实，林克累得跟条蔫了的茄子似的，瘫在驿站门口直喘气。而我看着升级后宽敞的武器袋，长舒一口气，对着屏幕信誓旦旦：从今天起，我只捡神器，再碰树枝我就是狗，除非它带属性，还镶着金边。红月之夜的甘地模式，18至20小时。这月亮怎么红得跟血似的？我瘫在沙发上，一手啃着已经凉透的薯片，碎屑簌簌地掉在皱巴巴的睡衣上。屏幕里，林克孤零零地站在哈特诺村的草地上，仰着脑袋，湛蓝色的眼睛倒映着那轮诡异的红月。夜风呼地掠过，他的斗篷被吹得猎猎作响，布料摩擦声混着远处突然消失的虫鸣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我下意识搓了搓胳膊，鸡皮疙瘩瞬间密密麻麻爬满手臂，这气氛比看恐怖片还瘆人。还没等我缓过神，不远处传来熟悉的咕噜咕噜声，像是什么怪物吞咽口水的响动。我凑近电视眯起眼，好家伙，半小时前被我揍得屁滚尿流，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波克布林，这会儿正晃晃悠悠地爬起来。他脑袋上顶着的暴击特效还没完全消散，居然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抓起地上的生肉又大块躲移起来。活见鬼了！我吓得手一抖， Switch 差点脱手而出，怀里的薯片袋子哗啦一声全扣在腿上，碎渣子撒得到处都是。屏幕里的林克也被吓得一激灵，慌乱中枪啷一声拔出剑，剑尖在月光下微微发颤，活像他此刻颤抖的小心脏。突然我一拍脑门，想起之前在卡卡利科村那个拄着拐杖的老爷爷絮絮叨叨说过的话：红月降临，万物复苏等等，这不就是刷材料的绝佳机会？我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，兴奋的直接从沙发上蹦起来，完全顾不上收拾满地狼藉，手指在 Switch 屏幕上疯狂戳动，地图被我划的咚咚响，嘴里还念叨个不停：石巨人在哪？我的矿石和宝石在向我招手，快！再慢点，红月该没了。传送光芒一闪，一座小山似的石巨人出现在眼前，他正背对着我，发出震天响的呼噜声，身上镶嵌的矿石在血红月光下泛着诱人的光，仿佛在冲我喊：快来拿我！我屏住呼吸，让林克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绕到他背后，掏炸弹符文时，我手心的汗不停地往下淌，手柄滑得差点抓不住。3、2、1，炸！随着轰的一声巨响，石巨人庞大的身躯摇晃几下，像座崩塌的大楼般轰然倒地。霎时间，矿石和碎石如雨点般噼里啪啦落下，叮叮当当砸在地上，转眼堆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小山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笑得合不拢嘴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，双手疯狂按着 A 键，恨不得自己能钻进屏幕帮林克捡。林克也跟装了马达似的，弯腰捡起直起，动作麻溜的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。背包提示音叮叮叮响个没完，可我早就听不见了，眼睛死死盯着地上的宝贝，嘴里还嘟囔着：都到我碗里来，一个都不许跑。直到背包彻底爆满，林克抱着沉甸甸的袋子直喘气，腰都快弯成虾米了，我才依依不舍地停下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手机里多了个雷打不动的红月闹钟。凌晨3点，整个宿舍鼾声四起，只有我的床头亮着 Switch 的蓝光。我裹着被子，戴着厚厚的毛线帽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却精神抖擞地操纵林克在海拉鲁大陆上东奔西跑。
有次为了抢在红月结束前刷完最后一只石巨人，我慌慌张张从床上爬起来，连拖鞋都穿反了。结果刚跑2步就啪嗒摔了个狗啃泥，膝盖磕得生疼。舍友被吵醒，睡眼惺忪地骂道：“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是要当海拉鲁干爹啊？”我揉着膝盖，嘿嘿一笑，盯着屏幕里满满当当的材料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没错，我就是海拉鲁最强打工人，谁也别想拦住我发家致富。人马初见的绝望与复仇，20至22小时。哟呵，这大块头挺威风啊！我翘着2郎腿，薯片碎屑随着动作簌簌落在睡衣上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草原上那匹狂奔的白银人马。他头顶金灿灿的金鹰标识闪得我眼睛发亮，鬃毛在风中狂舞，手里的长矛还泛着冷光。再看看林克，腰间别着刚刷到的骑士剑，盔甲被我擦得锃亮，盾牌上的花纹都清晰可见。我心里暗自盘算，这不就是送材料的移动宝库？凭我这一身装备，看我3招之内拿下你！操控林克一个猛冲，我自信满满的按下攻击键，嘴角还挂着志在必得的笑。结果人马反应快得离谱，一个甩头，手中长矛带起的回旋斩像道银色闪电，唰地就劈了过来。我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，就听见林克啊的惨叫一声，血条唰的清零，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。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屏幕，手里的可乐啪嗒掉在地上，褐色的液体溅得到处都是。这什么情况？我连他马鞍都没摸到啊！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复活后的林克躲在石头后面，胸脯剧烈起伏，大口喘着粗气。我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腿在不停发抖，像筛糠似的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对着屏幕恶狠狠地说：“小样，敢赢我？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！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，我就不叫 Triple X 玩家昵称。”这次我学乖了，让林克像只猫似的，小心翼翼地趴在草丛里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像做贼似的远远观察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终于让我发现了人马的破绽。每次攻击前，他都会高扬起长矛，后腿还会微微蓄力，尾巴也会跟着甩动。有破绽！我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，立刻掏出弓箭，可手心却紧张得直冒汗，手柄都快握不住了。林克时间启动，当人马再次挥矛的瞬间，我屏住呼吸，精准按下 ZL 加 X， 刹那间，时间仿佛凝固了，连空气都静止了。林克在空中灵活地转身，3连射箭，咻咻咻，全部命中人马的眼睛。我正得意呢，结果这怪物跟没事人似的，只是甩了甩头，就瞪着通红的眼睛朝我们疯狂冲过来。我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差点把手柄扔了，扯着嗓子大喊着让林克边跑边射。草原上，一人一马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，草地上全是我们狼狈逃窜的脚印。就这样你追我赶，整整磨了20分钟。我的手指按得又酸又麻，每按一下都疼得不行，嗓子也喊哑了，说话都带着破音。终于，当最后一支箭穿透人马的心脏时，他发出震天的怒吼，庞大的身躯摇晃了几下，轰隆一声轰然倒地，溅起大片尘土。我疼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鞋子都跑飞了一只，又笑又喊：“终于死了，看你还嚣张，可算报仇了！”林克也激动得不行，颤颤巍巍地走到人马尸体旁，伸出手捡起那把泛着紫光的兽神弓，连游戏里的手都在止不住的发抖。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神器啊！我举着 Switch 手舞足蹈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对着屏幕恶狠狠地发誓：从今天起，草原上的人马见一个杀一个。下次见面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海拉鲁战神。海拉鲁大陆，以后我说了算。古代科技的超能力，22至25小时。终于，我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啪的把发烫的 Switch 拍在桌上，震得旁边水杯里的水哗啦洒出，在桌面上映出一大片水渍。屏幕里林克的钱包界面，10万卢比的数字闪得我眼睛发花，那跳动的字符仿佛都在欢快地跳舞。回想起这一路攒钱的艰辛，抓萤火虫时蹲在草丛里被虚拟蚊子咬，北直跺脚，刷矿石时和石巨人斗智斗勇，卖龙角时跑遍了整个海拉鲁大陆的商店。为了这些卢比，我在游戏里足足当了半个月的搬砖工，甚至半夜做梦都在念叨卢比卢比。一路马不停蹄地狂奔到阿卡莱研究所，我的手心全是汗，手指兴奋得止不住的微微发抖。看着那位戴着圆框眼镜、表情严肃的研究员，我扯着嗓子，声音因为激动都有些变调。全套古代装备，打包，刷卡。林克小心翼翼地抱起沉甸甸的古代头盔、铠甲和靴子，湛蓝色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，那模样仿佛在说：这么多宝贝，
真的全归我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我将一件件泛着神秘蓝光的古代装备给林克穿上，防御值的数字瞬间飙升到120，直接突破了3位数。我疼，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在房间里又蹦又跳，手舞足蹈的大喊：“看看这防御，以后波克不临挠，我就跟挠痒痒似的。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！”海拉鲁，我要横着走，连家里的猫都被我吓得嗖的钻进了沙发底下。穿上崭新的古代套，我腰板挺得笔直，底气十足的大步冲进顶级试炼神庙。刚一踏进门，熟悉的滴滴声就尖锐的响起。转头一看，守护者猩红的眼睛正死死锁定着林克，金属关节转动发出的咔咔声让人不寒而栗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眼神里满是挑衅：“小样，之前被你虐得够惨，这次该你尝尝苦头了。”我缓缓掏出古代剑，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按下发射键，轰！一声巨响，守护者还没来得及发射激光，就被炸成了一堆冒着黑烟的零件，摊在地上噼啪作响。就这，我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肚子也笑得生疼。曾经让我吃尽苦头，每次见面都紧张到心跳加速的守护者，如今在古代剑面前，脆弱的跟纸片人似的，一碰就碎。我操控着林克在神庙里横冲直撞，见怪就射，古代剑咻咻的飞出去，怪物们接二连三的倒下，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轻松，那种畅快感简直无法形容。这哪是塞尔达，分明是割草无双。我翘着二郎腿，得意洋洋地哼起了跑调的小曲。回想起以前打守护者时，提心吊胆的，生怕武器突然坏掉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，哪有现在这般潇洒。看着满地闪闪发光的战利品，我对着屏幕挑眉，眼神里满是自信与野心。海拉鲁，还有什么能拦住我？灾厄盖农都得给我靠边站。下一个四神兽，我来了，准备好被我征服吧。全套装收集的强迫症，25至28小时。这夜光套装也太帅了吧！我整个人几乎贴到屏幕上，鼻尖都快蹭到 Switch 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格鲁德沙漠商店里泛着幽蓝光芒的衣服，口水在嘴里打转，差点就流到机器上。那衣服在灯光下流转着神秘的光晕，穿上它，林克不得直接化身海拉鲁午夜幽灵。可店员那句轻飘飘的“需要时只静谧萤火虫兑换”，瞬间向兜头浇下一盆冷水。要知道，这萤火虫跟金贵的大小姐似的，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午夜才露面，而且还跟会隐身术一样，微光一闪就没影了。当晚，我早早地调好凌晨2点的闹钟，裹着厚厚的毯子，像个准备过冬的仓鼠似的窝在沙发里。游戏里，沙漠的夜风呼呼地刮着，把林克的斗篷吹得猎猎作响，沙子打在他脸上，沙沙直响。我大气都不敢出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扫视着起伏的沙丘，生怕错过一丝光亮。在那儿，当第一只发着微弱光芒的萤火虫出现时，我激动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喉咙里刚要喊出声，又硬生生咽了回去，生怕惊跑了这宝贝。赶紧让林克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挪动步子，结果手一抖，摇杆用力过猛，林克嗷地扑了出去，结结实实摔了个狗啃泥，而萤火虫嗖的一下钻进石缝里，瞬间没了踪影。气死我了！我气得满脸通红，啪地拍了下大腿，看着屏幕里灰头土脸、垂头丧气的林克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今晚不抓满10，我就不睡了。谁来劝都不好使。”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困得眼皮直打架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好几次差点栽倒。但一想到那套夜光套装，又猛地清醒过来。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失败，当终于抓起最后一只萤火虫时，窗外的天边都泛起了鱼肚白。就在这时，现实里的闹钟叮铃铃突然炸响，吓得我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关掉闹钟。完犊子，上班要迟到了！我顶着2个堪比国宝的黑眼圈，衣服扣子都扣错了，一路狂奔出门，可脑子里还全是游戏里那套夜光套装，心里盘算着下班回家就去兑换。好不容易解决完现实里的事儿，我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又一头扎进游戏里。这次的目标是卓拉套装。站在汹涌的瀑布下，水流哗啦啦地咆哮着，林克刚一靠近就被冲得东倒西歪，像片毫无抵抗力的树叶，在湍急的水流里打着转。我就不信爬不上去！我咬着牙，腮帮子都鼓起来了，手指在按键上疯狂按跳跃键，按的都开始发麻。前几次林克刚爬2步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就咕噜咕噜被冲了下去，呛得直咳嗽，鼻子里估计全是水。我急得额头直冒汗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瀑布是装了吸铁石吧？专门跟我过不去。”也不知道摔了多少次，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，
当然是游戏里的林克。终于在第23次尝试时，林克憋足了劲，手脚并用，在水流里拼命扑腾，猛地抓住瀑布顶端的岩石。成了！我兴奋的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结果重心不稳，咚的一屁股摔在地上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但我顾不上疼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。恭喜获得攀铺大师成就！金光闪闪的提示弹出来时，我咧开嘴傻笑，笑得像个刚拿到糖果的小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当衣柜里整整齐齐摆满48套装备，每件都闪着不同光芒，红的、蓝的、紫的，像个小型的彩虹世界时，我捧着 Switch 在房间里原地转圈圈，转得头晕眼花都停不下来，迫不及待的截图发朋友圈，还特意配文：海拉鲁最靓的仔，不服来战。没过一会儿，消息提示音叮叮叮响个不停，看着好友们疯狂点赞，还有人评论大佬求带。我得意的哼起跑调的歌，以后海拉鲁的时装周我说了算，谁见了我都得喊一声时尚教主。究极手残的救星 Amiibo 28至30小时，这龙角也太难射了。我满脸涨得通红，一把将发烫的 Switch 重重砸在腿上，震得大腿生疼。屏幕里林克第17次眼巴巴地望着巨龙远去，好不容易拉满的弓箭，要么被龙甩尾掀起的狂风刮得歪七扭八，拖把飞到九霄云外，要么就是手一抖射偏，箭矢嗖的擦着龙角飞过。看着巨龙渐渐消失在天际线，我急得直拍大腿，嘴里不停嘟囔：我这双手怕不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吧，连个龙角都射不中。正垂头丧气间，我突然瞥见桌上那只积满灰尘的 Amiibo， 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说不定能逆天改命。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塞尔达公主造型的 Amiibo， 仿佛捧着稀世珍宝，手还有些微微发抖。当把 Amiibo 轻轻往 Switch 上一贴，只听叮的一声脆响，一道金光瞬间照亮屏幕。传说中的黄昏之弓赫然出现在背包里，弓弦泛着神秘的紫光，纹路间仿佛流转着古老的力量，仿佛在朝我招手，用我用我！我激动的整个人都快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差点真的亲上屏幕，扯着嗓子大喊：救命恩人啊！以后射龙角不就跟射自家院子里的靶子似的，看谁还敢说我手残。有了神器黄昏之弓撑腰，我彻底飘了，一拍大腿，决定挑战无盾反通关城堡。这种高难度操作给林克穿上刷出来的鬼神套装，他浑身冒着阴森的黑气，眼神冷峻，往那儿一站，气场直接拉满，帅得我直搓手。就这造型，通关还不是手拿把攥？可现实立马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刚迈进城堡大门，熟悉的滴滴声就像催命符般响起，守护者猩红的眼睛瞬间锁定林克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你死定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手不受控的一抖，下一秒林克就被一道耀眼的激光秒成白光，原地蒸发。我气得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直跺脚，大意了，绝对大意了。复活后的林克灰头土脸地躲在墙角，胸脯剧烈起伏，大口喘着粗气，那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我咬着牙，腮帮子鼓得老高，再来，这次我就不信还搞不定你。可守护者的激光跟装了追踪器似的，每次都能精准预判林克的走位。有一回，林克刚跑出2步，3道激光咻咻咻追着他满场跑，他左躲右闪，跟个没头苍蝇似的，最后被逼到死角，轰的一声又壮烈牺牲。我气得抓着头发直转圈，崩溃大喊：这哪是守护者，分明就是我的噩梦制造机，催命符！但我这人就是倔，偏不信邪。1次、2次、10次，林克的复活次数不断增加，每一次失败都让我更加咬牙切齿。终于在第37次复活时，林克的手指总算是摸到了城堡顶楼的台阶。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，手心的汗把手柄浸得发滑，小心翼翼地让林克贴着墙根，像只偷腥的猫似的慢慢挪动。突然，阴影中，最后的守护者缓缓现身，庞大的身躯几乎遮住了半边天，我感觉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喉咙发紧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冲啊！靠着鬼神套装的高防御硬扛伤害，再配合黄昏之弓疯狂输出，箭矢咻咻的射向守护者的弱点。终于在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中，守护者轰然倒地。我疼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疯狂挥舞着手臂，又笑又喊：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！海拉鲁还有什么能拦住我？林克站在城堡顶端，烈烈风声中，斗篷被吹得翻飞，背包里的旷野之勇者套装熠熠生辉。看着这一幕，我鼻子突然一酸，眼眶微微发热，对着屏幕郑重宣告：这游戏没有我过不去的坎，
以后海拉鲁我说了算。厨神之路的黑暗料理30至32小时，5连精力要这部手到擒来。我就是海拉鲁厨神。我翘着二郎腿，得意洋洋地把收集来的食材一股脑，哗啦全倒在灶台边。素素莲蓬泛着诡异的忧虑，在石板上颤巍巍地摇晃。精力螃蟹8只爪子乱蹬，把竹篮拍得哒哒响，仿佛在抗议即将到来的命运。林克倒是干劲十足，撸起袖子，抄起锅盖当锅铲，腰板挺得笔直，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他要参加厨神争霸赛，下一秒就能端出米其林3星级别的大餐。先放螃蟹，再丢莲蓬。我眼神笃定，像个经验老道的大厨，自信满满的远程指挥。只见锅里的汤汁开始咕嘟冒泡，原本正常的颜色渐渐变得诡异，紫色的液体像着了魔似的疯狂翻涌，还不断往上冒着刺鼻的黑烟。那场景活脱脱像是在炼制什么黑暗魔法药剂，这卖相好像不太对劲。我挠着脑袋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话还没说完，锅里突然噗的炸开，浓稠黏糊的紫色 sludge 如喷泉般四溅，溅得林克满脸满身都是，瞬间变成了个紫人，活像刚从紫气桶里捞出来，狼狈极了。快喝一口试试效果！我好奇心作祟，催促的声音都带着兴奋，眼睛一眨不眨的死死盯着屏幕。林克皱着眉头，捏着鼻子，一脸不情愿地灌下一口。下一秒，他的血条就像失控的霓虹灯，疯狂地闪烁起来，人也不受控地左摇右晃，脚步虚浮的像踩在棉花上，最后咚的一声，直挺挺地栽倒在地。我惊得从沙发上腾地弹起来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能塞下一个鸡蛋。这哪是精力药，分明是毒药！早知道就不瞎搞了，这下可闯大祸了。被黑暗料理狠狠上了一课之后，我蔫头耷脑，灰溜溜地打开攻略，榴莲乘5等于满黄星，这么简单？我满脸怀疑，半信半疑地从背包里翻出5个榴莲。好家伙，刚一拿出来，那股浓烈的臭味就弥漫开来，熏得我直皱眉头。榴莲果肉软趴趴的，还不断往下滴着汁水，看着就黏糊糊的，让人直犯恶心。林克更是嫌弃，皱着眉头，撇着嘴，一脸不情愿地把它们全扔进锅里，那嫌弃的小表情跟被逼着吃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似的。随着锅里传来咕嘟咕嘟的炖煮声，一股奇怪的甜香渐渐飘了出来，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突然闪过，金光闪闪的料理缓缓冒了出来。我激动得手一抖，差点打翻手边的水杯。成了，这下发财了，以后打 BOSS 再也不用愁了。林克小心翼翼地捧着冒着热气的榴莲大餐，黄澄澄的汤汁在碗里晃啊晃，看得人眼睛都发亮。他试探性地喝了一口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血条蹭蹭的往上涨，眨眼间就长满了，还多出好几颗黄星，状态好得不得了。我兴奋地直拍大腿，扯着嗓子大喊，以后打 BOSS 前我高低得煮5锅，这就是海拉鲁必胜客，谁吃谁无敌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背包里永远塞着满满的榴莲，就像个移动的榴莲仓库。每次挑战 BOSS 前，我都要煞有介事地架起锅，像个魔术师准备表演压轴戏法一样，大声吆喝：看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！看着林克捧着大碗，吨吨吨的狂喝，那豪爽的样子，仿佛这不是料理，而是能让人无敌的神药。我笑得前仰后合，得意地大喊：盖农来了也得喊我一声厨神！海拉鲁的美食界，以后我说了算。逃课玩法的快乐32至34小时。这人马又来欺负人了，我满脸涨红，气得啪地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跟着晃悠，水溅出来洒了一片。屏幕里白银人马挥舞着兽神大剑，剑气呼呼作响。林克被追得满山坡乱窜，斗篷在风中猎猎翻飞，好几次都险些被削烂，狼狈得像只惊弓之鸟。我咬着牙，急得直跺脚，突然瞥见林克腰间的西卡之时，脑袋里灵光一闪，扯着嗓子大喊：等等！我记得 Magnesis 能吸金属，说不定有戏。我操控着林克连滚带爬地跑到旁边的悬崖上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磁力技能。下方的人马正得意洋洋地甩着尾巴，金灿灿的兽神大剑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，仿佛在挑衅：给我过来！我瞪大了眼睛，双手疯狂转动右摇杆，手指都快抽筋了。只见西卡之时蓝光暴涨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拉扯，大剑嗖的一声脱离人马的手掌，划破空气，直直飞到林克手里。人马一下子僵住了，举着空荡荡的手，先是晃了晃，随后脑袋左右乱转，红彤彤的眼睛里满是迷茫，活像个被抢了最心爱棒棒糖的小孩，那模样要多滑稽有多滑稽。我见状，笑得整个人在沙发上直打滚。
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，嘴里还含糊不清的喊着：“哈哈哈哈，让你追我，现在傻眼了吧？叫你嚣张！”林克则威风凛凛地扛着大剑跳下来，对着这只呆头鹅人马唰地挥出一道凌厉的剑气，人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轰隆一声就倒下了，扬起大片尘土。尝到了逃课玩法的甜头后，我又把坏心思打到了火山的火焰巨人身上。一踏入火山区域，岩浆在脚下翻滚，咕嘟咕嘟，地冒着泡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热浪，仿佛要把我烤化了一般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眼睛滴溜溜一转，试试制兵器卡地形，说不定能出奇制胜。我让林克站在滚烫的岩浆边，疯狂地按着 Y 键，只见冰块像雨后春笋般突突地冒出来，一层又一层，硬是在这火海里搭出了一条螺旋楼梯，看着既神奇又惊险。火焰巨人发现了我们，挥舞着燃烧的手臂，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脚下的岩浆都跟着沸腾。可他庞大的身躯刚碰到冰块，就被卡住了脚步，像只笨拙的大螃蟹，左摇右晃，怎么也挣脱不开。我笑到肚子抽筋，一边捂着肚子，一边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来呀，有本事打我呀！追不上我吧！”林克站在高处，拉开弓箭，咻咻几声，箭矢精准地射向巨人的眼睛。当火焰巨人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，轰然倒地时，我激动的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比了个大大的眼，兴奋的大喊：“谁说非得正面刚？智慧才是最强的武器！以后海拉鲁的怪都得被我玩明白。下一个该收拾谁呢？”2周目的真勇者挑战，34至36小时。1周目通关算什么？2周目才是真男人的战场。我整个人前倾，啪的狠狠一拍大腿，兴奋的双眼放光，眼底跳动着疯狂的火焰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新游戏开始键。加在画面的进度条慢慢前行，我紧张地搓着手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当林克重新出现在初始台地，身上那件破旧的衣服皱巴巴的，还沾着不知道哪次战斗留下的污渍，手里握着的细细树枝轻轻摇晃，仿佛随时都会折断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充满挑衅的邪笑，对着屏幕立下豪言壮语：这次不穿装备，只用树枝通关，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海拉鲁，准备好迎接全新的传奇吧。刚走出山洞，一股冷风嗖的吹过，林克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远处传来一阵嗷嗷的怪叫声，一只波克布林挥舞着木棍，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，口水从他咧开的大嘴里滴落，眼神凶狠的像是要把林克生吞活剥。林克紧张的喉结上下滚动，咕嘟一声咽了咽口水，我也跟着屏住了呼吸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嘴里跳出来。上！拼了！我扯着嗓子大喊，声音都因为激动而有些破音，手指紧紧地按着攻击键，手心里全是汗，手柄都快被我攥出水来。林克举起树枝，鼓起全身的勇气，像挥舞着绝世宝剑般冲了上去，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波克布林。树枝与木棍碰撞，发出砰砰的声响，每一次撞击都震得林克的手臂发麻，也让我的心跟着猛地一揪。波克布林被激怒了，疯狂地反击，好几次木棍都擦着林克的头皮掠过，吓得我脸色发白。终于在林克坚持不懈的攻击下，波克布林的动作渐渐迟缓，最后咚的一声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激动的腾的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在房间里又蹦又跳，手舞足蹈的大喊：成功了！用树枝敲死波克布林，这成就感比1周目沙加农还高，我简直就是海拉鲁的传奇，以后谁还敢小瞧我手里的树枝？接下来我把目标放在了全神庙无符文通关上。踏入荔枝神庙，昏暗的光线中，眼前深不见底的悬崖像一只张开巨口的怪物，弥漫的雾气让人看不清下方的情况。林克站在边缘，双腿微微发抖，低头看了看悬崖，又看了看手中脆弱的树枝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犹豫。我盯着屏幕，大脑飞速运转，绞尽脑汁的想办法，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突然我眼睛一亮，灵机一动，用树枝垫脚，说不定能跳过去。我操控着林克，小心翼翼地将树枝放在悬崖边，可树枝刚一放下就开始吱呀吱呀的摇晃，仿佛随时都会断裂。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！我紧张地咬着嘴唇，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林克深吸一口气，双腿微微弯曲，猛地向前一跳，风在耳边呼啸而过，树枝在脚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嚓声。在树枝即将断裂的瞬间，林克成功跳到了对面的平台上。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一把抱住旁边的抱枕，大喊道：突破系统限制了！谁说这不可能？我做到了，以后还有什么能难倒我？海拉鲁的神庙，
我要一个一个征服。在2周目的路上，我和林克继续着这场疯狂又刺激的挑战。每一次用树枝面对强大的敌人，林克都会咬紧牙关，眼神坚定，而我则在屏幕外紧张的指挥，心跟着战斗的节奏起起伏伏。每一次突破看似不可能的关卡，我们都会欢呼雀跃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信，在海拉鲁大陆上，没有什么是真正无法战胜的。只要有勇气，有智慧，一根小小的树枝也能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与朋友的联机幻想，36至38小时，这水神兽简直是我的噩梦。我头发被抓得乱七八糟，眼睛里满是崩溃，对着手机摄像头哀嚎，声音都带着哭腔。屏幕里，林克被水皱盖农掀起的巨浪反复拍打着，整个人像片脆弱的破树叶，在汹涌的水池里打着转，血条也在疯狂下降。正当我急得直跺脚时，微信语音里突然炸开朋友扯着嗓子吼声：“别急，我查到攻略了，撑住啊！”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直播软件，手指因为紧张好几次都点错图标，好不容易才把 Switch 画面投到电脑上。分屏里，朋友的脸露了出来，他正趴在床上，周围摊满了攻略书和打印的资料，眼睛歪到了鼻梁上都顾不上扶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大声喊道：“看到那些冰柱发射器了吗？用制冰器在水面造柱子，卡住 BOSS 的攻击，这招肯定行。靠谱吗？这水晃得我手都抖，操作都变形了。”我咬着嘴唇，都快把嘴唇咬破了，手指在手柄上不停地打滑。林克颤颤巍巍地掏出西卡之时，刚在水面造出一根冰柱，一个巨大的浪头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，差点把他打进水里，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快，左边再补一根，不然冰墙要塌了！朋友急得面红耳赤，啪的狠狠拍了下桌子，震得摄像头都跟着剧烈晃动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们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我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林克，在水面上艰难地造冰柱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。朋友则在屏幕外拼命喊指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喉咙都快喊破了。终于，当冰柱成功组成一道坚固的屏障，水皱盖农的攻击狠狠撞在冰墙上，溅起大片水花时，我和朋友同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漂亮，就是现在，射箭！别错过机会！他的喊声和我的尖叫混在一起，音量大的仿佛要把屋顶掀翻，吵得邻居都忍不住来敲门抗议。林克瞅准时机，深吸一口气，拉开弓箭就是3连射，箭矢精准地命中了 BOSS 的弱点。水神兽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，身体开始剧烈摇晃。这时，朋友突然扯开嗓子唱起歌：“我们是冠军！”那跑到外太空的歌声，吓得我手一抖，差点把 Switch 手柄摔在地上。看着屏幕里逐渐消散的盖农，我抹了把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，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：“你这破嗓子比 BOSS 的攻击还吓人，下次唱歌前先打声招呼行不行？”这场云联机下来，我们俩的嗓子都彻底喊哑了，说起话来都带着沙哑的气声，但那种一起并肩作战、攻克难关的兴奋和激动，比我自己单通游戏时强烈好几倍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全是“速来，人马又把我打得找不着北了”等等。我给你找逃课路线，包教包会。虽然游戏本身不支持真正的联机，但和兄弟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一起闯荡海拉鲁大陆，收获的快乐一点都没少，反而更加珍贵。现实中的海拉鲁话38-40小时，周末和朋友相约去郊外爬山，刚拐过一个山坳，老远就听见瀑布轰隆轰隆的轰鸣声，震得耳膜都微微发颤。我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兴奋得像发现宝藏的小孩，一把甩开朋友的胳膊，撒腿就往前冲。快看，是瀑布！我呢，话还没说完，身体已经先一步做出反应，右手不受控地在空中疯狂乱按，嘴里还念念有词 ：X 键，按 X 键攀瀑。脚下的碎石突然打滑，我整个人向前扑去，慌乱中手忙脚乱地胡乱抓着空气，最后狼狈地稳住身形，膝盖重重磕在地上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朋友笑得直不起腰，捂着肚子指着我：“你魔怔了吧？这是现实，不是游戏。”我尴尬地挠挠头，耳朵根子都红透了，可眼睛依旧直勾勾地盯着瀑布，心里痒痒的不行。要是真能像林克那样蹭蹭往上爬，在水流里闪转腾挪，该多酷啊！那天路过小区公园，阳光正好，几个小孩正围着石头堆玩得不亦乐乎。我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，鬼鬼祟祟地凑了过去，像个偷学武功的侠客。蹲下身的瞬间，手已经下意识地在空中抓来抓去，嘴里还小声嘟囔着 Magnesis 启动。小孩们停下手中的动作，齐刷刷地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惊恐，仿佛我是突然出现的怪兽。其中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叔叔，
你在干嘛呀？我这才如梦初醒，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，脸唰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，结结巴巴的支吾道：“没干嘛，叔叔在玩游戏呢。”说完灰溜溜的站起身，脚底像抹了油似的快步离开，背后还传来小孩们清脆的笑声。要说最离谱的，还得是上周的上班路上，早高峰的地铁里挤得密不透风，我被人群推搡得晕头转向，好不容易到站，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地铁站，一抬头，远处的高楼直插云霄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。我盯着楼顶发起了呆，鬼使神差的脱口出：“要是有滑翔伞就好了，直接飞过去。”话一出口，周围的路人纷纷侧目，像看怪物似的瞅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写满了疑惑，紧接着加快脚步匆匆离开。我却丝毫不在意，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，仿佛已经看见自己张开滑翔伞，迎着风从高楼顶端一跃而下，在楼群间潇洒穿梭，耳边全是呼呼的风声，脚下是密密麻麻的街道和蚂蚁大小的人群。现在的我满脑子都是海拉鲁，早餐吃个饭团，咬下去的瞬间，总觉得自己在啃精力料理，仿佛下一秒就能恢复体力继续冒险。下雨天走在路上，看着天空中不时划过的闪电，心里就忍不住发毛，总担心自己会被雷劈。哪怕明知道身上没带金属武器，就连晚上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海拉鲁大陆的地图，耳边似乎还能听见西卡之时滴滴的提示音。朋友们都笑我中了海拉鲁毒，可我才不在乎呢。毕竟那段在海拉鲁冒险的日子，早就深深地融入了我的生活，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全回忆收集的泪点40至42小时，最后一张回忆照片，终于找到了。我整个人几乎贴到屏幕上，兴奋的声音都在发颤，握紧手柄的手指因为太过用力而微微发白。林克的靴子踩在海拉鲁城堡的碎石上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指尖触碰到那道泛着微光的记忆碎片的瞬间，金色的光芒如涟漪般扩散开来，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。随着光芒大盛，画面一转，100年前的场景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。一开始，画面里的阳光温柔地洒在海拉鲁大地上，塞尔达公主穿着洁白的长裙，裙摆随风轻轻飘动，她眼神坚定地眺望远方，嘴角还带着一丝憧憬的微笑。身旁的林克手持大师之剑，身姿挺拔，剑身上流转着神秘的光辉，威风凛凛的模样仿佛能斩断一切困难。可渐渐的，天空被灾厄盖浓的黑雾笼罩，原本明亮的世界变得压抑又灰暗，狂风呼啸着卷起沙尘，远处传来怪物的嘶吼声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，呼吸都不自觉地屏住了，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。当看到塞尔达跪在泥泞的雨中，长发凌乱地贴在脸上，泪水混着雨水不断滑落，他无助地哭喊着：“为什么我还是无法觉醒力量？”时，我的心猛地揪成一团，眼眶瞬间被酸涩填满。他的声音带着绝望与痛苦，在空旷的战场上回荡，让人揪心不已。屏幕里的塞尔达浑身湿透，衣服沾满了泥土，狼狈不堪，再也没有往日的优雅从容。而一旁的林克虽然紧握着剑，拼了命地与怪物战斗，可他脸上满是疲惫，身上也伤痕累累。原来100年前的勇者并非无敌，他们也会受伤，也会在困境中感到绝望。泪水在我眼眶里不停地打转，我伸手胡乱地抹了一把脸，声音哽咽着说：“太难受了，这比被人马暴打还扎心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难受的要命。”随着回忆的结束，林克呆立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动弹。我操控着他，缓缓摘下帽子，低垂着头，对着空气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仿佛这样就能安慰到屏幕里那个无助的公主。从那以后，每次路过智慧之泉，我都会特意停下脚步。泉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，中央塞尔达的残影若隐若现，还是那副温柔又坚强的模样。林克总会不自觉地驻足凝视，眼神里满是心疼与敬意。我轻声说：“辛苦了，公主。”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心疼，然后操控林克恭敬地行了个礼，仿佛这样就能跨越时空，给那位坚强又让人心疼的公主一点安慰。这些回忆不仅是游戏的剧情，更像是一段让我感同身受的真实故事，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。每当想起，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酸楚与感动。盖农站的终极逃课，42至44小时。这次看我直接速通。我一把扯松领口的睡衣纽扣，双腿盘坐在沙发上，膝盖上的 Switch 烫得吓人。盯着屏幕里身着泛着蓝光古代套的林克，背包里塞满了刚煮好还冒着热气的3公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抓起茶几上的可乐，咕嘟咕嘟猛灌半瓶，气泡在喉咙里炸开，仿佛这样就能把紧张全冲走。随后让林克仰头喝下药水，看着他浑身泛起金光，肌肉线条都跟着膨胀几分。我咧开嘴露出坏笑，露出2颗虎牙。盖农，接招吧，这次你死定了！
推开城堡大门的瞬间，一股腥甜的腐臭味顺着屏幕直往鼻子里钻。我下意识捂住口鼻，四周浓稠如墨的瘴气翻涌着，暗红色光线像被揉碎的血丝，把林克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在墙壁上扭曲成诡异的形状。突然，地面开始剧烈震颤，灾厄盖农那巨大扭曲的身躯从黑暗中缓缓浮现，他的皮肤布满蠕动的触手，血盆大口里滴落着绿色毒液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震得林克原地踉跄了2步。我却一点不慌，反而兴奋地从沙发上半跪起来，手柄被攥出，咯吱声响，来得正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眼疾手快按下林克时间，刹那间，时间仿佛被按下暂停键。盖农挥出的触手僵在半空，滴落的毒液悬在林克头顶。我屏住呼吸，手指在手柄上飞速操作，关节都按得发白。林克接连掏出古代剑，剑矢划破凝滞的空气，咻咻咻，如暴雨般射向盖农的弱点。每射中一箭，盖农就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身上炸开的火花把四周映得忽明忽暗。飞溅的碎片噼里啪啦砸在林克的铠甲上。还没完呢，继续，给我狠狠打！我涨红着脸，声音因为过度兴奋而破音，连隔壁邻居家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。短短5分钟，在密集的箭雨下，盖农的身躯轰然倒下，带起的气浪掀翻了半边城堡。看着城堡崩塌的 CG 动画，漫天碎石如流星般坠落，林克站在废墟中，单薄的身影被烟尘吞没又浮现。我突然愣住了，握着手柄的手慢慢垂下，喉咙发紧说不出话。茶几上的可乐瓶还在冒汗，可房间里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就这么结束了？我喃喃道。屏幕的蓝光映得眼睛发酸，有点舍不得啊。从初始台地捡树枝开始，到现在，这一路的冒险就这么画上句号了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窗外的月光悄悄爬上了 Switch 的按键。我突然猛地坐直身子，睡衣袖子滑到手肘也顾不上整理，眼神重新变得坚定。啪的一拍大腿，惊得沙发缝隙里的薯片袋都跳了起来。不行，这打得也太轻松了，我要重新来过，这才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毫不犹豫地按下重开存档键，看着林克重新光着脚踩在初始台地的草地上，捡起那根轻轻一折就会断的脆弱树枝，举起边缘卷边的破旧锅盖，我咧嘴笑道：这次我要用最简陋的装备和你堂堂正正打一场硬仗。盖农，等着瞧，我一定会让你见识真正的勇者。后日谈的佛系生活44至46小时。通关后的海拉鲁大陆仿佛褪去了硝烟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。我窝在沙发里，伸了个懒腰，骨节发出咔咔的轻响，随后操纵着林克卸下厚重的铠甲，金属碰撞声清脆又利落。换上轻便的旅人服后，林克转了个圈，衣角扬起，我笑着对屏幕说：从今天起，不当勇者，只做个游山玩水的闲人。说罢，随手抓了把薯片塞进嘴里，准备开启这段悠闲旅程。第一站就跑到了格鲁德沙漠，烈日西沉，滚烫的沙粒逐渐褪去温度，整片沙漠像是被浸在金色的蜜罐里，慢慢被染成金红色。高低起伏的沙丘轮廓在余晖里忽明忽暗，像是谁用毛笔蘸着暮色随意勾勒的线条。林克盘腿坐在最高的沙丘上，沙粒从他的指缝间缓缓流下。我拖着下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嘴里的薯片嚼着嚼着就忘了咽下去。这日落比现实里的晚霞还美啊！我喃喃自语，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地平线，天空的颜色也开始变魔术，从橘红变成深紫，偶尔有沙海豹嗖的掠过沙丘，扬起细碎的金光，像是撒了一把星星在沙海里。我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平静，连现实里堆积的工作压力、生活琐事都跟着被这沙漠的风给吹散了。接着又晃悠到利特村，刚进村口，一群飞鸟扑棱棱从头顶掠过，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像是在演奏欢迎曲。林克找了块开满野花的草地躺下，我也跟着瘫在沙发上，把脚翘到茶几上。游戏里鸟鸣声、风声还有村民们闲聊的家常话混在一起，成了最治愈的白噪音。要是能在这睡一觉就好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，眼皮也开始发沉。突然有只调皮的小鸟停在林克鼻尖，他想伸手去抓，结果小鸟反应迅速，啾的一声就飞走了，惊得林克猛地坐起来，模样滑稽极了，逗得我哈哈大笑，嘴里的薯片渣都喷了出来。在卡卡利克村，林克刚走到村口的大树下，就被一群小孩围住了。孩子们仰着红扑扑的小脸，眼睛亮晶晶地吵着要和他玩捉迷藏。行，看我今天不当勇者，当抓迷藏大王！我兴致勃勃地操控林克，还故意让他叉着腰，做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。3、2、1，孩子们欢呼着，轰
的一下跑开，有的慌慌张张躲在草丛里，脑袋上的草叶随着他紧张的呼吸晃个不停；有的藏在房子后面，却不小心露出半截衣角，在风里飘啊飘。林克蹑手蹑脚地靠近，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弄出声响。突然，他跳出来大喊一声，吓得小孩们又笑又叫地跑开，边跑还边回头做鬼脸。我也跟着笑得肚子疼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最有意思的是找呀，哈哈，长老换面具，背着满满一背包的呀，哈哈，果实。林克气喘吁吁地跑到长老面前，胸脯剧烈起伏，头发都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。900颗果实可算凑齐了。我擦了擦不存在的汗，手心却真的因为期待沁出了薄汗。长老笑眯眯地递过克洛格的面具，那面具上的笑脸仿佛在冲我眨眼。林克戴上的瞬间，欢快的 BGM 突然响起，节奏活泼的像是要从屏幕里蹦出来。这面具太绝了，以后走路都带特效。我笑得前仰后合，整个人在沙发上打滚，看着林克戴着面具，摇头晃脑地哼着歌在村子里溜达，连路过的村民都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仿佛在说这人咋这么开心。我更是笑个不停，感觉自己都快笑缺氧了。在这慢悠悠的日子里，我才发现海拉鲁不只有紧张刺激的战斗，这些平淡又美好的瞬间才是最珍贵的宝藏。原来当一个佛系的旅人，四处闲逛体验生活，比当拯救世界的勇者还要快乐。新手教学的成就感，46至48小时。救命啊！这猪猪怪追着我满地图跑。朋友带着哭腔的尖叫声突然从语音通话里炸开，紧接着是手柄按键被乱按的噼里啪啦声，像极了过年时放的鞭炮。我正喝着可乐，差点一口喷在屏幕上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整个人在椅子上扭成一团。再看屏幕里，他操控的林克正像只被吓坏的兔子，在原地转着圈乱跑，连盾牌都举反了，圆盾上的花纹倒着滑稽的晃悠。我强忍着笑，扯着嗓子喊：别慌，举盾，按住 ZL 键，快！再晚就被揍扁了。好不容易等朋友狼狈地逃过一劫，他的林克靠在树边直喘气。屏幕外的我也笑够了，决定从最基础的盾反教起。看好了，我给你露一手。我操控着林克帅气的转身，面对路边的木桩，故意放慢动作，像个耐心的老师。瞧见没？看到敌人攻击前那道白色的闪光没？就在那一瞬间按下 A 键。话音刚落，我眼疾手快，精准地按下按键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，木桩像颗子弹似的被弹飞老远，撞在石头上碎成了木屑。朋友在语音里发出一阵惊叹：哇塞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我也要学，我试试。可轮到他上手时，林克被木桩打得东倒西歪，一会儿被砸中脑袋，一会儿又被击中屁股，活像个被欺负的小可怜。朋友气得直拍桌子，这也太难了吧，根本按不准啊！我咬着嘴唇憋笑，认真的鼓励道：多练几次，我当初练了半小时才成功呢，你肯定比我学得快。教刷龙角的时候，朋友的反应更是夸张到不行。当他看着我用黄昏之弓，轻轻松松就射下了龙角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扯着嗓子喊道：这弓箭也太牛了吧，哪来的？我也要！我一边带着他在地图上找 Amiibo， 一边仔细讲解。看到龙身上发光的地方没？那就是弱点，射箭的时候可不能光盯着它，得预判它的飞行轨迹，提前瞄准。朋友点头如捣蒜，学得有模有样，还一本正经地说：包在我身上。结果第一次射箭，箭矢嗖的一下就射空了，直接飞到了九霄云外。朋友急得满脸通红，直拍桌子：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瞄准了啊！这龙是会瞬移吗？我连忙安慰：别急，熟能生巧，多试几次就找到感觉了。教做3攻要时，朋友差点把游戏里的厨房给炸了。记住啊，要放精力鲈鱼、大件蘑菇和毅力胡萝卜，别的可别乱加。我在语音里反复叮嘱，生怕他出岔子。可他一紧张，手一抖，把素素莲蓬也扔进了锅里。瞬间，锅里轰地炸开，冒出一团巨大的黑烟，还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爆炸声。朋友哭丧着脸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完了，林克中毒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笑得肚子都疼了，眼泪都流了出来，赶紧倒掉，重新来。你这是在做黑暗料理呢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有天半夜，朋友突然在语音里兴奋地喊我：快来看，我能单刷白银人马了。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，凑到屏幕前，只见他操控的林克熟练地举起盾牌，精准的盾反，接着拉开弓箭，咻几箭就射中了人马的弱点，最后白银人马轰然倒地，扬起一大片尘土。朋友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：多亏你教我，
不然我现在还在被猪猪怪追着跑呢。看着他操控的林克在原地欢呼跳跃，挥舞着武器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，那个在海拉鲁大陆四处碰壁，被守护者追得满世界跑，却又越挫越勇的新手。那一刻，我靠在椅子上，心里暖暖的，突然明白，海拉鲁的魅力不仅在于刺激的冒险，神秘的谜题，更在于能把这份快乐分享给别人。看着朋友从一个被猪猪怪吓得尖叫的新手，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大神，这种成就感比自己通关游戏还要开心100倍。现实与虚拟的交织，48至50小时。生日这天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 Switch 上，硬的屏幕里的海拉鲁大陆仿佛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我抱着游戏机窝在沙发里，盯着空荡荡的地图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拍了下大腿，在游戏里给自己办个庆生宴，好像也挺酷，说不准能解锁隐藏的生日彩蛋呢。说干就干，我操控着林克风风火火地收拾行囊，把背包塞得满满当当，炸弹叮叮当当碰撞作响，新鲜采摘的苹果、榴莲、草莓还带着露水。林克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一路小跑来到海拉鲁平原最开阔的草地上，绿草随风起伏，远处传来几声鸟的鸣叫，仿佛都在为这场特别的宴会欢呼。先整个生日快乐！我咬着嘴唇，神情专注的像在雕刻一件艺术品，手指在手柄上微微颤抖，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林克。他蹲下身子，双手稳稳地将炸弹一颗一颗按顺序摆好，每放一颗都要前后左右仔细端详。可就在快大功告成时，手一抖，有颗炸弹歪到了一边，原本整齐的字样瞬间变得滑稽。我急得直拍大腿，差点把 Switch 甩出去。哎呀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重来！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快半小时，终于用炸弹拼出了歪歪扭扭却满是新意的字样。紧接着我又化身糕点师，把水果一股脑倒出来，榴莲的臭气、草莓的甜香混在一起。林克皱着鼻子，一脸嫌弃，但还是听话的把水果堆叠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歪七扭八、高矮胖瘦不一的蛋糕就成型了。我左看右看，总觉得缺点什么，眼睛一亮，连忙让林克插了根火把当蜡烛，火苗噼啪跳动，仿佛在欢快的跳舞。夜幕悄悄降临，璀璨的星空像撒了一把碎钻，铺满整个天幕。林克静静站在蛋糕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按下按键，让他慢慢举起火把。刹那间，生日快乐几个字在火光中明灭闪烁，蛋糕上的水果也泛着柔和的微光。看着这一幕，我鼻子突然一酸，眼眶也跟着发热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没想到在游戏里过生日也能这么有仪式感，还怪让人感动的。正沉浸在这份独属于自己的浪漫中，门铃叮咚响起，我有些疑惑地打开门，就看到朋友抱着个大箱子站在门口，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，眼睛里还闪着狡黠的光。生日快乐！猜这是啥？要是猜不到，可不许拆。我搓了搓手，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，一把精致的大师剑模型露了出来，剑身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，剑柄上的纹路清晰可见，仿佛下一秒就能感受到它斩杀怪物时的锋芒。朋友笑着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里满是调侃和骄傲：“这是你在海拉鲁的勋章，这么多个日夜的摸爬滚打，值得拥有。以后咱也是有荣誉勋章的人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大世界模型，又转头看向还亮着的 Switch 屏幕，林克依旧举着火把，站在星空下，像是在守护着这份特别的美好。现实与虚拟的画面在眼前不断重叠，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海拉鲁早就不只是个游戏世界，而是装满回忆和快乐的第二个家。而朋友就是那个陪我在这个世界里披荆斩棘、共享喜悦的最佳战友。这份情谊比任何游戏道具都要珍贵千百倍。极限挑战的自我超越50-52小时，房间里的空调嗡嗡作响，我却感觉手心直冒汗，目光死死锁定屏幕，牙齿狠狠咬住下唇，这次必须来点狠的。话音未落，手指已经狠狠扯掉了 Switch 上的 Amiibo 卡，塑料卡片啪嗒掉在地上都顾不上捡。Amiibo 全神妙速通，我倒要看看自己能多快。手柄被攥得咯吱作响，屏幕里林克站在初始台地，晨雾缭绕中，他腰间的剑穗随风摇晃，那眼神坚定的仿佛能穿透屏幕，像是在说：“就等你下令了。”第一秒表开始计时的瞬间，我浑身的血液都跟着沸腾。第一座神庙，冲！声嘶力竭的呐喊在房间里回荡。林克如同离弦之箭，踩着碎石子，哗啦哗啦冲进神庙。解谜时，我的瞳孔随着屏幕里的机关不停收缩，手腕在手柄上飞速滑动，嘴里碎碎念就没停过。肯定在这，快跳过去！
再慢机关就闭合了。当卡在一个齿轮谜题时，我急得原地转圈，把头发抓得像鸟窝，眉头拧成个死结。不对劲，肯定还有隐藏线索。突然，角落一道反光晃了眼，我整个人扑到屏幕前，大腿重重磕在桌角都没察觉。有了，是阳光折射。林克利落地转动棱镜，机关轰隆开启的刹那，我才发现自己憋气太久，猛地吸气，咳得直捶胸口。17分钟的成绩跳出来时，我哐当掀翻椅子，一蹦3尺高，双脚重重落地时，震得地板都在颤，高举的双手疯狂挥舞，打破记录了！我做到了，这比拿年终奖还爽！隔壁邻居砸墙抗议都没拦住我，抓起手机就开始录屏，恨不得立刻把这份骄傲分享出去。可到了试炼之词，眼前的景象让笑容瞬间僵住。深不见底的沟壑里翻涌着紫色瘴气，连块落脚点都没有，背景音乐都变得阴森诡异。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混着焦虑的嘟囔：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林克学超人飞过去吧？突然瞥见墙边的枯树，脑海里炸开一道闪电，用静止器定住树，再砍树当平台。我真是个天才！手柄都快被捏变形。林克启动静止器的蓝光亮起时，时间仿佛被按下暂停键，连飘落的树叶都悬在半空。就是现在！我咬着牙低吼，林克的斧头带着残影劈下，咔嚓，声清脆的像新年的鞭炮。看着悬浮的树干稳稳落在沟壑上，我一把扯掉眼镜，眼眶发烫。这哪是游戏，简直是在创造奇迹！视频上传不到半小时，评论区就被刷爆了。救命！这操作太反人类了，建议任天堂给你发工资。牛顿的棺材板压不住了，海拉鲁物理学之父非你莫属。看着满屏的惊叹，我瘫在沙发上傻笑，茶水洒在裤子上都没发觉。这场极限挑战不仅刷新了记录，更让我明白，在海拉鲁这片神奇的大陆上，只要敢突破常规，连不可能3个字都得乖乖让路。情感投射的瞬间，52至54小时。台灯在桌面投下昏黄的光圈，电脑屏幕右下角跳动的未读消息像密密麻麻的蚂蚁，现实里堆积如山的工作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瘫在沙发里，机械地打开 Switch， 手柄的握把还残留着上次游戏时的汗渍，指尖无意识地滑动摇杆，看着林克在海拉鲁地图上漫无目的的游荡，穿过雾气弥漫的森林，跨过潺潺的溪流，连路过的波克布林都懒得正眼瞧。不知不觉走到哈特诺村，夕阳的余晖把青石板路染成暖融融的焦糖色。村口杂货店老板吆喝着新到的剑士，孩童嬉笑追逐的声音远远传来。可这往日充满烟火气的场景，此刻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提不起我半分兴致。转过熟悉的街角，林克的家出现在眼前。红瓦白墙的小屋在微风中安静伫立，屋前菜地里几颗歪歪扭扭的南瓜藏在藤蔓间，叶片上还沾着清晨的露珠。我操控林克的手指微微发颤，缓缓伸出虚拟的手掌，吱呀，老旧的木门缓缓打开，那声悠长的门轴转动声，竟和童年老家那扇掉漆木门发出的声响如出一辙，瞬间勾得人鼻尖发酸。屋内摇曳的烛火将光影投在斑驳的墙上，与英杰们的合照在昏暗中微微发亮。塞尔达公主歪着头笑的温柔，发丝在光晕中泛着柔光。利巴尔单脚踩在石柱上，眼神里满是骄傲。米法轻捻鱼尾，嘴角挂着恬静的笑。武器架上，锈迹斑斑的波克布林棍和泛着蓝光的大事件并排挂着，剑身上细小的划痕仿佛在无声诉说着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。我的喉咙突然发紧，手指不自觉地反复摩挲着手柄的按键，声音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哽咽。原来不是我在玩游戏，是这段冒险早就成了我的另一段人生啊！林克缓缓走到照片墙前，他抬起手臂，指尖几乎要触碰到塞尔达的笑颜，却又在距离墙面半寸的地方猛地停住。我的眼前，游戏里跳动的烛火和现实中闪烁的电脑屏幕渐渐重叠，堆积的文件，领导严厉的表情，客户难缠的要求，与照片里英杰们信任的目光交织在一起，眼眶瞬间被滚烫的泪水充盈。从那以后，每当现实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，我总会回到这里，让林克坐在门前台阶上，双脚晃悠着垂在半空。布料制成的斗篷随着游戏里的风呼呼翻动，远处传来清脆的鸟鸣，混着若有若无的风铃叮当声，还有不远处村民哼唱的古老歌谣。我就这么拖着下巴，静静地看着听着，感受着虚拟世界里轻柔的风拂过脸颊，心里那些尖锐的烦躁也一点点被抚平成柔软的褶皱。记得那次被领导当众批评后，我红着眼眶回到林克的家，对着屏幕喃喃自语，还是这里好啊，至少每一次挥剑，每一次解谜，努力都会有回报。屏幕里的林克依然保持着安静端坐的姿势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仿佛侧过了头，用那道熟悉的背影默默陪伴着。
听我倾诉所有委屈。曾经以为不过是由零和一组成的虚拟世界，如今却成了最温暖的避风港。每一块带着岁月痕迹的墙砖，每一张定格住美好瞬间的笑脸，都在轻声告诉我：别怕，外面的世界再喧嚣，这里永远有一方天地，包容你所有疲惫与不甘。在这片海拉鲁的小天地里，我终于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治愈力量。红月的哲学思考，54至56小时。深夜的房间里，只有屏幕泛着微光，我懒洋洋地操控着林克在海拉鲁城堡废墟闲逛。突然，原本宁静的天空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撕开一道裂口，滚烫如岩浆的血红色从裂缝中喷涌而出，眨眼间就将深蓝的夜幕浸染成诡异的猩红。红月要来了！我猛地坐直身子，手柄在掌心沁出的汗水中打滑，心跳也跟着加快。巨大的血月如同一只充血的巨眼，缓缓从地平线升起，边缘翻涌着扭曲的光晕，所过之处，厚重的云层被染成流动的暗红色，仿佛整片天空都在沸腾、燃烧。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震颤起来，碎石子噼里啪啦的跳动，远处传来怪物们此起彼伏的嘶吼，那声音尖锐又阴森，像是无数恶鬼从地狱深处挣脱束缚，正朝着这边扑来。我屏住呼吸，看着那些曾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的波克布林、茉莉布林，像被施了复活咒一样，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。他们抖落身上的尘土，破损的铠甲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原本暗淡的眼睛再次燃起忧虑的凶光。林克下意识地握紧手中的剑，金属剑柄与掌心摩擦出细微的声响，可我的手指却僵在手柄上，迟迟没有下达攻击指令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屏幕，喉咙发紧。为什么每次红月升起，怪物都会重生？我喃喃自语，眉头拧成了麻花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烦躁。明明好不容易才清理完这片区域，又要重新来过。话音未落，现实中那些不如意的画面突然在脑海中翻涌。熬了几个通宵做的项目方案被客户全盘否定，同事嘲讽的眼神仿佛还在眼前，准备许久的考试却名落孙山，成绩单上刺眼的分数像一记重锤砸在心上。这些挫败感如同屏幕里不断涌现的怪物潮，将我淹没在无尽的沮丧中。就在我满心失落时，红月的光芒愈发耀眼，如同一道刺破黑暗的利刃，照亮了林克坚毅的侧脸。他身上的铠甲在红光下泛着冷冽的光，原本微微低垂的脑袋突然抬起，仿佛感受到了我的目光，竟缓缓转过身来。那一瞬间，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指尖窜上心头，我浑身一颤，脱口而出：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敢重新开始。就像这红月看似带来了危机，实则是新的挑战，新的机会啊！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，眼眶也跟着发热。从那以后，红月心态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在现实的战场上，当精心准备的方案再次被客户否决，我不再像从前那样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，而是咬着牙对自己说：怕什么？红月都能让怪物重生，我还不能重来一次？坐在电脑前修改方案时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，屏幕的蓝光映照着我眼中闪烁的倔强。当考试再次失利，我会在笔记本最显眼的位置写下红月已至4个大字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重新翻开书本，逐字逐句的研读，就像林克每次面对重生的怪物时，都会重新握紧手中的剑，眼神坚定地迎接新的战斗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渐渐发现，每一次把挫折当作红月，鼓起勇气重新挑战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有时是在修改方案的过程中，灵光乍现，想出了更绝妙的创意；有时是在反复复习知识点时，突然打通了之前一直困惑的思路。就像在海拉鲁大陆上，每次红月过后，我总能在打败重生的怪物时，意外发现藏在角落里的珍贵宝箱，里面装着意想不到的宝藏。原来游戏里的红月不仅是一个设定，更是藏在像素世界里的生活哲学，教会我在跌倒后永远保持重新出发的勇气和决心。全要素收集的执念56至58小时。深夜刷到 B 站 UP 主的 Amiibo 限定套装展示视频时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手机差点啪嗒掉在脸上。屏幕里，林克身着闪耀着星光的天空之勇者套装，银白色斗篷随着动作泛起流动的光纹，背后展开的滑翔亦像一对银河凝成的翅膀，在虚空中划出细碎的星轨。我的天，这也太离谱了！我瞪大眼睛，手指疯狂截图，喉咙发紧的念叨：不行，这套装我必须搞到手。盯着购物网站上4位数的 Amiibo 手办套装价格，我咬得后槽牙发酸，在心里狠狠给自己打气，说什么也要省吃俭用拿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彻底化身抠门大师。午休时，同事举着火锅优惠券凑过来：走啊，新开的店打5折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捏着裤兜里皱巴巴的公交卡摇头：算了算了，最近减肥，多吃草健康。
其实满脑子都在换算，这顿火锅钱购买半只 Amiibo 手办。点外卖时，往常大手大脚的我，对着满减规则研究半小时，最后只花12块钱买了份清汤素面，还捧着塑料碗自我安慰。林克在野外连野菜都啃，我这算改善伙食了。路过商场的游戏专柜，我能隔着玻璃盯半小时，鼻尖都快贴到展示柜上，手指无意识地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痕迹，被导购员当成可疑分子来回打量。终于熬到快递到货那天，我顶着大太阳守在小区门口，快递员的电动车刚拐进巷子，我就100米冲刺冲过去。我抢过箱子，指甲都快把包装划烂了，塑料包装被扯得撕啦撕啦响，手激动得直打哆嗦，额头上的汗珠吧嗒吧嗒掉在纸箱上，一个2个全齐了。我抱着沉甸甸的手办，像抱着刚出生的娃似的冲进家门，连鞋都顾不上脱，膝盖直接跪在地板上，小心翼翼地把每个手办摆在桌上，用衬衫下摆仔细擦去包装上的指纹。深吸一口气，我颤抖着拿起第一个印有林克形象的 Amiibo， 手心里的汗把 NFC 感应区都捂得发烫。Switch 蓝光一闪，游戏里传来清脆的叮声，进度条开始疯狂跳动。成了！我猛地跳起来，后脑勺咚地撞在吊灯上，疼得眼前直冒金星也顾不上揉，手舞足蹈的像中了彩票。当最后一个 Amiibo 扫描成功，衣柜里整整齐齐出现那套梦寐以求的天空之勇者套装时，我整个人瘫在沙发里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喉咙发紧的喃，这也太帅了吧，这特效，这细节，绝了。迫不及待地给林克换上套装，看着他在游戏里转圈圈，斗篷上的星辰图案跟着闪烁，滑翔翼展开时带起细碎的光点，仿佛把整个银河都披在了身上。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登上天空岛的场景，云雾在脚下翻涌，巨大的浮空岛屿像神话里的仙境，当时的震撼和此刻的兴奋交织在一起，眼眶都跟着发热。摸着桌上排列整齐的 Amiibo 手办，我忍不住傻笑出声。虽然吃了1个月泡面，但一切都值了。这哪是游戏道具，简直是我的快乐勋章。以后带着这套装备，海拉鲁大陆横着走。与游戏告别的仪式，58至60小时。房间里的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，我窝在沙发角落，盯着屏幕右上角那个醒目的500小时游戏时长，指尖不自觉地摩挲着 Switch 边缘被磨得发亮的按键，那里还残留着无数次冒险时手心的温度。游戏里，林克静静地站在哈特诺村自家门口，晨露挂在屋前的南瓜藤上，随着微风轻轻摇晃，远处传来熟悉的风铃声，和记忆里千百次响起的旋律一模一样。该说再见了吧？我喉咙发紧，声音轻得像是怕惊醒了什么，手指悬在关机键上方，迟迟舍不得按下，仿佛只要不关机，这段冒险就永远不会画上句点。最后一次操控林克踏上前往初始之塔的路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沉重，像是脚上绑了铅块。经过那片曾经让我摔得鼻青脸肿的悬崖时，仿佛还能看见当初狼狈的自己。林克一次次坠落，又一次次爬起，就像现实中无数次被困难绊倒却始终没有放弃的我。路过藏着珍贵回忆的呀，哈哈果实店，那些和朋友一起寻找果实的欢声笑语，仿佛还回荡在耳边。终于站在初始之塔下，仰望着这座开启冒险的起点。塔身的纹路和当年一样古朴，可我的心情却和初来乍到时完全不同。那时的我满怀好奇与憧憬，而现在心中满是眷恋与不舍，走吧，老伙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林克一步一步往上爬，金属护甲与石阶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天地间格外清晰，每一声都像是心跳，敲击着离别的倒计时。站在塔顶边缘，晨风呼啸着扑面而来，掀起林克的斗篷，猎猎作响。我的手心全是汗，颤抖着按下展开滑翔伞的按键，唰的一声，蓝色的伞面在阳光下展开，像一只振翅的巨鸟，闪耀着最后的光芒。林克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俯冲而下，风声在耳边呼啸，仿佛在诉说着不舍。脚下的海拉鲁大陆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，波光粼粼的湖泊如同洒落的宝石，蜿蜒的河流像是大地的血脉。曾经并肩作战的村落升起袅袅炊烟，还有那座充满回忆的海拉鲁城堡，静静伫立在远方，见证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。这500小时，谢谢你啊！我的声音哽咽，眼眶渐渐湿润，眼前的画面变得模糊。林克张开双臂，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，也像是在和这片土地做最后的告别。就在快要触及云层的瞬间，我按下截图键，咔嚓一声，时间定格在这一刻。金色的阳光洒在林克身上，为他镀上一层神圣的光芒。他的侧脸坚毅又温柔，眼神中透着释然，身后是辽阔的海拉鲁大地，美得让人窒息。缓缓放下 Switch， 屏幕的光渐渐暗下去，
最后变成一片黑屏。我对着黑屏轻声说：“再见了，海拉鲁。”但这不是结束，而是新冒险的开始。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，就像海拉鲁的风，温柔地拂过脸颊，仿佛在告诉我，无论何时，只要想回来，这里永远有一片天地，等着勇者再次启程。而我知道，这段在海拉鲁的冒险，将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，陪伴我迎接未来每一次新的挑战。记忆中的海拉鲁60。小时候，地铁的金属爆炸声混着人群的低语，我倚着冰冷的扶手，机械地滑动手机屏幕。广告栏突然跳出一张 Switch 新游戏的宣传图，画面里的滑翔伞在蓝天白云下展开，那抹浸透记忆的古蓝色，像根细针猛地扎进心脏。我条件反射地攥紧手机，钢化膜边缘硌得掌心生疼。身旁穿西装的男人被挤得嘟囔了句什么，可我的耳朵里只剩下自己鼓噪的心跳声。喉结艰难地滚动，干燥的嘴唇翕动，却发不出完整音节。记忆像被掀开盖子的潘多拉魔盒，裹挟着海拉鲁的风，阳光和硝烟扑面而来。闭上眼的刹那，仿佛又回到初始之塔纵身一跃的瞬间。呼啸的风声灌进耳朵，冰凉的气流掠过发烫的脸颊，连滑翔伞布料摩擦的沙沙声都清晰可辨。神庙里那些把人逼到抓头发的机关，当最后一块石板卡入凹槽，机关解锁的轰鸣混着自己破音的欢呼，此刻仍在脑海里回荡。还有塞尔达在十之神殿回眸的微笑，在灾厄笼罩的暗红背景下，像穿透乌云的第一缕晨光。指尖颤抖着抚过手机屏幕，像是触碰某个尘封的开关。相册图标角落记着3个月未读的小红点，可最下方那个单独的文件夹却被我妈撒得边角发毛。点开的瞬间，熟悉的截图占据整个视野。林克站在海拉鲁城堡顶端，背后是漫天燃烧的晚霞，橙红色的光芒为他勾勒出一道金边。被风吹起的斗篷下，依稀可见铠甲上斑驳的战损痕迹。下方配文：谢谢你教会我勇敢。当年用粗大手指笨拙打出的字，如今边缘已经晕染模糊，却像烙铁般刻在心底。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啊！酸涩的笑意爬上嘴角。地铁突然的急刹让人群踉跄，有人的公文包重重撞在我的小腿，可目光依然死死粘在屏幕上。画面里林克俯瞰大地的背影，和7年前那个在电脑前为游戏攻略熬红双眼的少年渐渐重叠。不知从何时起， Switch 机会的底座被挪到了书架角落，可每当现实的难题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就会翻出这张截图。它像枚永不褪色的徽章，提醒自己曾在虚拟世界里披荆斩棘。那些穿越迷雾、破解谜题的勇气，早已化作面对现实的底气。爆战声再次响起，人群如潮水般涌向车门。我轻轻拭去屏幕上不知何时落下的指纹，锁屏前最后一眼，晚霞中的林克依然昂首挺立。原来海拉鲁从不是存档里的一串数据，而是用像素与代码浇筑的青春纪念碑。再往后无数个迷茫的瞬间，永远闪耀着指引的光。传说的延续，永恒。周末的游戏咖啡馆被暖黄色的灯光笼罩，浓郁的咖啡香混着爆米花的甜腻气息在空气中流淌。机械键盘清脆的敲击声，手柄震动的嗡鸣，还有玩家们兴奋的欢呼此起彼伏，交织成独属于游戏世界的交响。刚入职的实习生小王抱着杯冰美式，小心翼翼地挪到我旁边的高脚凳上，目光瞬间被我 Switch 保护壳上的大事件贴纸吸引，又好奇地盯着屏幕壁纸。那张林克站在海拉鲁城堡顶端，背后晚霞似火的截图，忍不住开口：哥，这海拉鲁真有那么好玩吗？感觉就是个老游戏了。我笑着放下手中已经凉透的拿铁，杯壁凝结的水珠顺着木纹缓缓滑落，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水痕。你这么问啊？我解锁手机时，指纹识别的震动都带着熟悉的温度。点开那个用我的海拉鲁命名，被我设置成隐藏状态的相册文件夹。滑动屏幕的指尖不自觉地顿了顿，一张张翻看着林克在雪山深一角浅一角跋涉，鼻尖挂满冰霜的狼狈模样，在神庙里举着火把，眼睛死死盯着机关谜题的专注神情。还有和塞尔达并肩而立，背后是被净化的海拉鲁城堡的壮阔画面。这可不是普通游戏，它更像一场能亲手书写的传奇。小王歪着头，刘海随着动作晃了晃，镜片后的眼睛写满疑惑。就一虚拟世界能有多特别？不就是打怪升级吗？我被他较真的模样逗圆，手指点着一张略显模糊的截图。画面里，林克举着锈迹斑斑的锅盖，险之又险地挡下守护者发射的激光。身后扬起的尘土中，还能看见他凌乱的衣角。你知道吗？刚开始玩的时候，我连最弱的猪猪怪都打不过。回忆起那段手忙脚乱的时光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被追得满地图跑，摔下悬崖的次数数都数不清。但慢慢琢磨盾反的时机，到处搜刮材料刷装备，到最后哪怕拿着最简陋的锅盖和树枝，也能硬刚灾厄盖农。说到这儿，我眼里不自觉地泛起光，仿佛又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最终之战，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盖农嘶吼时的震颤。
而且啊，我快速滑动屏幕，调出在格鲁德沙漠拍摄的全景截图。画面里，金色的沙丘在夕阳下泛着蜜糖般的光泽。林克盘腿坐在最高的沙脊上，斗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远处的商队正慢悠悠地移动，驼铃声仿佛穿透了屏幕。在这儿，你能当拯救世界的勇者，也能做四处闲逛的旅人。我曾花整整1下午，顶着游戏里的烈日，就为了帮卡卡利克吞的小孩找齐所有呀哈哈果实。找到最后一颗时，那小家伙开心地围着我又蹦又跳，比我自己通关还满足。小王听得入神，眼睛渐渐亮了起来，身体不自觉地凑近屏幕，鼻尖几乎要贴上玻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手机转向他，郑重地指着那张最珍贵的截图。林克迎着风张开双臂，铠甲缝隙里还沾着战斗的硝烟，背后的城堡废墟在霞光中宛如新生。这是一个你可以成为任何人的世界。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只要你敢跳出舒适区，敢直面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，敢相信自己就是勇者。刚开始可能会摔得鼻青脸肿，被谜题绕得头晕，被怪物追得落荒而逃，但每一次爬起来，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。小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突然从背包里掏出自己崭新的 Switch， 外壳还贴着出厂保护膜。哥，那你快教教我怎么入门，我也想进这个世界闯一闯。我笑着揽过他的肩膀，感受到他微微发烫的体温，那是对未知冒险的期待。目光再次落在手机屏幕上，恍惚间，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。在某个平行宇宙里，穿着绿色衣装的林克正站在出使台地的高坡上，陈风扬起他的斗篷，腰间的大事件泛着微光。远处，海拉鲁城堡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波克布林的叫声隐隐传来，伴随着熟悉的红月升起的前奏。他握紧剑柄，转身面向未知的远方，那里正等待着下一个拿起手柄，踏入这片神奇大陆的勇者，续写属于他们的传奇。全文完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看我的频道，跟波波一起看小说。